费力不赚钱，赚钱不费力。哟，吃蟹不足，吃蟹足。有山，哎，你在那儿唠叨什么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这么回事儿。刚才小蘑菇来啊，出了一个上联，让我给他对下联，这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。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足也不足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小蘑菇刚找过我，让我对这个下联。其实啊，这个上联是我给武知县的，武知县答不出来，在那儿啊张榜悬赏20两银子争下联呢。小蘑菇啊是想挣这个钱。这个小蘑菇，他给我出5两银子让我对下联，合着他能在武知县那儿赚15两银子呢。就你这个书呆子会上当。我说呀，这个阿呆也不读书，怎么就变成状元郎了？合着他是拿李白的诗去糊弄杜甫，到头来他还变成诗人了。哎呀，你还说人家阿呆？哎，你说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学着装了？是啊，有可能装是为了某种目的吧。这没钱的装有钱的，有钱的装没钱的，没学问的装有学问的，学问小的还装学问大的。那你说这个做官的人会不会也装啊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这个做官的讲究一个端庄儒雅、官威官仪，当然也有例外的。道长，你是碰上什么官了？一个新来的盐道的钦差，我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，看上去倒是有点像市井强人呢。不会是冒牌的吧？冒牌的？别瞎说，这可是砍头的罪。对，不说这些了，走，跟我去探个监。探监？探谁的监？孟春德孟老先生，就是那个大盐商啊。他犯什么事了？莫名其妙的锒铛入狱了。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，一定和盐有关系。怎么样，咱们俩去管一管这个闲事？走。齐了。今天晚上，等他在池耀祖那吃完饭，回驿馆的路上，咱们再动手。先把他劫到你住的小院。好。现在，先去大牢看我爹，然后啊，顺便见那个官。没问题。晚上吃府赴宴，你一块去，保护钦差大人。是，老爷您放心吧。我说武兄啊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？我是来探监的。探监啊？你家谁抓进去了？哎，怎么是我家呢？我是来看孟纯德孟老先生的。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看他干什么？我跟他是不沾亲不带故，但是他是一个好人呢，他是被陷害的。哎呦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，你得有证据。证据？那你拿出证据给我看看，他犯了什么罪？有罪没罪，这得审着看。也许有罪，也许没罪。我当然希望他是无罪释放了，这本乡本土的，何必呢？啊！但这是府衙办的案，暂时放在大牢，所以非亲非故的不得探监。我们能见吗？孟春德是我爹，这是我表哥，我们可以进去吧？古大人，我们来探望孟老先生，非亲非故，但孟公子来探亲，于情于理，总说得过去了吧？杨捕头在，带他去大牢。是。郝道长，胡先生，危难之处见真心，我孟若水谢谢二位了。赶紧去看你父亲吧。走吧。都走吧。哎，作为朋友，我问你一句，这个池耀祖是不是假借钦差之手染指盐行的生意？这事儿和你有关吗？你得劝阻钦差，拦住池耀祖，要不然所有的人都得落水，这可是天大的麻烦。
危言耸听。哼！你呀，就是蛋吃萝卜，嫌操心。哼！感谢钦差大人的赏光啊，也感谢武大人的赏脸啊。今天晚上你们呐要吃好喝好啊，别客气啊。石大掌柜太客气了啊，我不是客气的人。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明天啊，我把孟公子叫来，你们两家在一起签个约。哦，即墨的言呀，就是你的了。钦差大人做事果断，你就等着赚个盆满钵满吧。哎呀，这个啊，无以为报啊。你看，小小意思，吃小的啊。那个，来，这啊，对，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吴大人呐，这个，来，喝酒啊！好，慢点，杨不动，杨不动，把钦差大人送回去。哎，大人，小心脚下，小心脚下，开脚，别送我。不要，门开好啊！告辞啊！看好门啊！你小心啊！大人慢一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小心，慢点。大人，你怎么往这边走？这边，慢点啊！看来杨捕头要送他回驿馆，那我怎么办？先跟上，等杨捕头走了，咱们在驿馆下手。走。这小子绕了半天，怎么绕到池耀祖家后院来了？这哪是钦差呀？这不就是一个飞贼吗？现在搞不清楚，他到底是钦差兼飞贼，还是飞贼扮钦差，这里够蹊跷的。不过，你说待会儿他会从这儿出来吗？放心吧，贼走熟路，他从这儿进，肯定从这儿出。不过这得行啊，一口就咬在了肥肉上。看来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把池耀祖家里里外外摸了个遍，金银财宝放在哪儿，珍稀古玩藏在哪儿，那是摸了个一清二楚啊。等到夜深人静、人困马乏的时候，他就来大模大样的搜刮一通啊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不过，我这老岳父不是经常自己标榜是大善人吗？这下行，家产抖落干净，我看他也踏实了。那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要真偷，出来。
吃药组积攒这些家当用了30年，哼，而你只用了半炷香的功夫就把他给抢走了。我说钦差大人，果然出手不凡呐！朋友，哪个门里的？我无门无派，专吃你这号有名有姓的人物。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么样，而是你想怎么样？你是想以盗贼的身份去见武知县呢，还是想以钦差大人的身份去见持药组啊？朋友，今天算我栽了，东西你拿走，放我走人。想走？咱的事还没了结呢。还有什么事儿？钦差大人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儿。难道你忘了，你还得主持个仪式，让孟家和池家联手做盐的买卖？孟公子，孟公子，这件事儿我做的对不住你。这样，你放我走，我今天就离开即墨，你们就不会签什么约了。你想拍拍屁股走啊？可是持药组的野心能跟着你走吗？你又偷了他的家产，他更得红着眼睛跟我争盐行了。所以啊，我得把你当成一根打狗棍，一边敲打武知县，一边敲打持药组。孟公子，我听你的。你看，你得让我站起来。孟公子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哎呦，哎，表哥，对不起啊，朋友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这飞镖可是百步穿杨，下次你要再跑的话，扎的可就不是你的腿了，而是你的咽喉。这夜深人静的，你可别闹出什么动静来。表哥，你把钦差大人扛回去，不介意吧？本来就是我的活儿，瞧好吧。哎呦，吴大人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我来报案呐！昨天晚上我家招贼了，偷了我大半个身家，你让你抓贼啊！吴大人，你瞧什么鼓？我也是来报案的。吴大人，你是知县，衙门都是你的，你报什么案呢？我丢了件宝贝，比你那金银财宝值钱多了。你是不是丢观音了？什么观音？钦差大人不见了。差大人，观音的伙计告诉我，昨晚钦差大人回去倒头便睡，早晨给他送饭的时候，屋子里是空空荡荡，好像从来没人住过一样。我刚才去过，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就是不见大人踪影。我就纳了闷了，这钦差大人来过咱们即墨吗？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召集人。吴大人，我想想啊，这个你错了，你真的错了啊！那个钦差是真的。昨天那个上午你还请他在那个望海酒楼吃过饭呢啊，晚上呢还到我家里喝了酒啊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后来我还给了他这，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。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，我给过他银票啊，500两呢。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也给过你啊？你给过我银票？是啊。你舍得给我银票？哎，是啊，我给了他500两的，给了你100两啊。
钦差大人500两，我100两。哎呀，他是4品呐，你才7品，我没办法。这个似乎大概好像有这么回事，不是？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让你快点升堂，速速追查。可钦差大人呢？你刚才说过，这钦差大人比我官大，那你先办他的案子。哎呀，这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嘛。钦差是朝廷的命官，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，这个道理你能不懂吗？我懂啊，我怎么不懂啊？你大伙一大早就跑到这儿来，闹！我先啊，这谁呀？大清早的闹腾什么呢？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赶紧升堂啊！抓谁呀？抓钦差！不是找钦差呀！没事儿，皮肉伤，有个3、5天啊就好了。试着来了，棒疮膏，凉飕飕的。朋友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我们是把你当钦差呢，还是把你当飞贼啊？哎呦，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。你说要是当贼，你们一定把我送往官府。那个时候见了县太爷，他知道我骗了他，他一定得气得5官挪位。还有这个池大掌柜的，知道我掠了他的财，他一定得撸胳膊挽袖子，代替衙役打我板子。哎，太不合算了，还是当钦差吧。钦差，至少在你这儿比在他们那儿安全。当钦差好，那咱们就先说说啊，当钦差的事儿。我想问问你啊，你的官衣、公文、官牒从哪儿弄的？偷的。我浑身上下的东西都是偷的。偷的？哪儿偷的？什么时候？前几天。即墨驿站。你胆儿够大的呀！啊，就地作案，就地行骗，艺高人胆大呀！那真钦差去哪儿了？真钦差，估摸着回京复命去了吧？啊？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英雄不问出处，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为好。英雄？我看你啊，不像英雄，你这看上去像个混蛋。我爹也这么说我。你好狠呐！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黄三彪子。黄三彪子。黄三彪子，京城大盗啊，你够有名的。谢谢夸奖。我问你啊，孟家的盐引是不是让你给偷走了？你说什么？盐引？什么是盐引呐？值钱吗？装糊涂是吧？表哥，这任务交给你了，把他脚筋挑断了，让他不能上房；手筋挑断了，不能伸手。这独手独脚的，才叫真英雄嘛！孟公子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千万不能损伤啊！哼，你现在倒想起孔孟的教诲了啊！孟公子，咱商量商量行不行啊？你把我放，给我3天的时间，我一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偷回来，顺便到县衙那里把他的官衣官帽给他偷过来，怎么样？不打自招了吧？说吧，盐引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。
我说，盐引呢，让真钦差拿走了。钦差？他是朝廷派来的盐道钦差，要我们家盐引干什么？我听朋友说，这个钦差私下收盐引，1张盐引50两银子。于是我便动了心，知道孟府有盐引，所以我便下了手。那我问你，钦差叫什么名字？这我不知道。哎呦，爷，你真冤枉我了！我是从京城来的，一点都没错。可是我是专吃官卖的贼。盐道的钦差那是个肥差，他微服私访，我便于下手啊。再说了，这在京城时间待长了，有点腻，所以我便出来溜达溜达，跟着他偷偷的到了这儿，偷了你家的盐引给了他，说好50两银子，他却给20两，那我能干吗？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，偷了他的官衣、官碟，还有文书。没了这些护身符，他说他是钦差，有人信吗？没人信呢。我估摸着这会儿他已经回到京城了。荒孙彪子，你犯了死罪啊！这我知道，所以说我要一不做二不休，死里逃生，先过把瘾再说。当把钦差，出去捞他一笔，然后退隐江湖。你说说，这在吃药祖家刚一开张，这回碰上你们了，就你说的那句话，强中自有强中手呗。说的倒有点道理。我问你，如果见到钦差的话，你能认得他吗？看看，当然认识了。行，活着吧，活着还有点用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！哎呀，你这么找怎么找得到啊？走吧。哎，不行啊！县太爷交代了，让咱们找人，没说找金银财宝啊，师爷。如果你人和财都找到呢，我会给你好处的啊。师爷，我觉得今儿个日子可不太好啊。昨天你家金银财宝没找着吧？今儿个估计还得破财。你看，20文一斤，5两银子一斤。师爷，那是你家店铺吧？哦，你上回囤的盐多少钱一斤来着？50文。50文，你一斤就得赔30文。这谁在我背后捅我刀子？站住！孟若水，你以前不都管我叫贤婿吗？啊，怎么改口了？那我是应该管你叫池大掌柜，还是老丈人啊？谁是你老丈人？你这是不是你弄来的盐？是不是你把盐价降下来？这盐是我弄来的，盐多了自然就降价了。你凭什么这么做？你凭什么这么做啊？凭什么呀？啊？凭我是盐商啊！啊，这盐商卖盐那可是天经地义啊！哎，师爷，人家盐商卖盐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咱赶紧找人去吧。走吧，我的，哎呀，走了。杨捕头，你们找什么人？昨儿个晚上师爷家被盗，今儿个早晨呢，这钦差大人又消失了。这不抓盗贼找钦差，两码子事儿就一块干了吧。钦差大人失踪了，池老爷家被盗了。池老爷，你把钱看得比你的命都重要，你怎么让人给偷了呢？闭上你的嘴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破财肯定是有道理的。哎，你家不是藏了什么鬼，就是得罪了什么神仙。我跟我姐今天去你家跳一跳啊，收你1半的费用。你滚！还这，哎呀，都要永金了，这不是走人心去。孟若水，你站住！你这个人啊，你2面3道啊！
说好的2家人呢？一起来办盐行，你现在居然你吃独食你！嗨，池大掌柜，当初说的呀，是签了约以后咱们俩再合作，这不还没签约呢吗？这样啊，你去把钦差大人找来，我立即和你签约。你，贤婿啊，你怎么这么好呢？池大掌柜啊，你这称呼怎么又变了啊？我倒无所谓，可你老这么改来改去的，你让人凤娇小姐情何以堪呢？没关系啊，一家人不出2家话啊。这个盐行的事呢，咱们先放一放。其实呢，你和凤娇啊，你们俩都不小了，我说好的彩礼呢，就不要了啊。总之呢，找个吉日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，再让亲戚朋友来热闹一下，等开了春就成亲，一家人了吧？哎呀，池大掌柜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我们家败落了，我爹呢，又进了大牢。没关系，有我啊，很简单的，只要你把盐呢都卖光以后，若是再进了盐的话，就最好别在本地卖，你最好拿到外地去卖，本地的盐呢让我来卖，好不好啊？哼，池大掌柜啊，我看您还是先找钦差去吧，找到钦差以后啊，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我先走了啊。你是官，你是道，你来即墨巡视盐使，你来即墨盗取钱财。你是官，你是道，你是官呢，你是道。哎，你还跑？你给我过来！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！大人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你忘了，是你封我做账房先生的。扶我出来！哎，大人，快出来吧！哎呀，好！哎呀，全是让这钦差和盗贼弄的。来吧。后堂说话吧。来。哎呀，你那个窝场的账我都看了，可疑的地方全给抹平了，做得不错。看来你是个好账房啊。大人过奖了。账的事是抹平了，可丢了钦差又该如何呀？我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这就叫摁住葫芦起了瓢啊！朝廷丢了钦差，来了江洋大盗，朝廷管我要钦差，百姓管我要盗贼。你说我这夹板气受的，这知县当的窝囊不窝囊？大人，我想问，你是怕钦差呀，还是怕盗贼呀？盗贼是冲着吃药组来的，这个我不怕。钦差可能是冲着我来的。即墨盐出了事儿，他来了肯定得刨根问底，所以我还是怕钦差啊。大人，现在可以不怕了，钦差失踪了，没了。钦差是失踪了，可我老觉着有一双眼在盯着我，弄得我后背老凉。你说这么大的人，说没他就没了。这要是朝廷管我要人，我怎么回答呀？对呀，大人，得赶紧上奏朝廷，免得日后被动啊。对，得赶紧上报，赶紧，要不万一钦差有个3长2短，我就是第一责任人呐。是啊，陆先生，你不光是个好账房，你还是个好师爷。大人既然说我像个师爷，
那我就说几句师爷该说的话，行？好，讲。大人，咱暂且把假账、钦差、盗贼先放在一边。那么关于以后盐的事，大人是否有什么章程啊？实不相瞒，关于盐的事儿，本官是干着急没有辙呀。吴先生有什么高见，可以说一说，听一听啊。高见谈不上，大人。即墨海盐乃盐之上品，但凡出类拔萃之物啊，觊觎的人就多，那么动手脚的人也就更多了。盐从窝场一出来，第一个扒皮的，可就是武知县武大人你呀。再由州府盐官，再到了码头税官，这层层扒皮，道道盘剥，所以这些盐商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便把这所有的损耗都划入了成本。等到了盐铺柜台之上，这些价格便扶摇直上。那么所有这些弊端造成的恶果，都由吃盐的人给吞下了。你说对吗，大人？盐的来龙去脉你很熟悉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但即墨盐就是块肥肉，都想啃一口，没办法。所以有的盐商啊不愿被啃，那么官盐就变成了私盐，白盐就变成了黑盐，官盐走私便蔚然成风。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，我也不想弄什么煮海水，但是我不刮油，后边人还得刮。不刮白不刮，刮了就有油水，不刮就没有油水。大人说的这是硬道理。大人可曾想过，皇上派钦差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钦差失踪前，我跟他喝了2次酒。我听他说起过盐的事儿，他好像不大懂啊。大人，倘若朝廷问起这个盐的事，你该如何作答呀？这个嘛，本官还不曾考虑。吴先生有什么真知灼见呢？赐教一二。不敢。大人，无非2件事。第一，是肃清盐路，减掉盐路上那些枝枝丫丫，盘剥越少，盐路越通，这是治标。第二是治本，改革制盐工艺，扩大制盐产量，由主盐变成晒盐。这个不行。孟纯德就试过一次，结果差点把老命给搭上，现在还在我大牢里压着呢。这个搁置，在意。请大人请。刚才聊了半天，我发现你是个人才。大人过奖。如果我是吏部官员，我就向皇上写折子，举荐你当盐道的官员呐。大人，短短几天，大人你是先封我做账房先生，又封我做了师爷，现在又要举荐我做盐官，我可是官运亨通啊。你要是当了钦差啊，比那个失踪的强啊。大人，这话可不敢讲啊，这话可不敢讲，指不定哪天这个钦差就会自己冒出来呀。好了，不说钦差的事了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想请大人帮个忙啊。这么客气，你讲。你看呐，大人，我一个外地人到此谋生，人地两疏，想劳烦大人介绍几位朋友认识。朋友多了，路好走嘛。这个即墨地界是人杰地灵，英才辈出啊！依我看，别人不用见，
你就认识那个画木头就行啊！啊，太清宫的住持华道长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这是个人才啊！叫人喜欢的时候啊，恨不得把他供起来；叫人烦的时候啊，你恨不得把他嚼碎了咽到肚子里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我是把他供起来呢，还是把他咽到肚子里去？哎呀，忘了，大人，账已经做好了，你看看可有什么纰漏啊？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把钦差和盗贼捏一块儿了？大人，我给你去了一块心病了。喂，师爷，咱怎么来这儿了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？哎，我知道，这不是土地庙吗？哎呀，这儿的香火都已经断了好多年了。现在的土地庙呢，都快成贼窝了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不光是贼窝，还闹鬼呢。这地儿啊，死过3个人，都是我来验的尸。我告诉你啊，一到晚上，不是咿呀呀呀的唱戏，就是抽抽啼啼的在哭。除了我，那没人敢进去。嘿嘿。是这样是吧？你说你胆子大是吧？那你先进去看看有没有钦差啊？进去看看。哎，别介，师爷啊，不是，那我怕万一里边有您的财物，我们一个3俩节约宝的，咱也说不清楚，不是吗？没事的，你先进去，我在后边。进。来。进啊！哎呦，搜啊，赶紧搜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走吧。水，我说，来点水啊！我说你能不能慢点啊？我说，你们抢了我这么多银子，你们都不知道买点菜啊？啊，至少给我弄个包子呀！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你以为你还是钦差呀？你就是一盗贼，知道吗？能有个窝头吃啊，就不错了。我看你也是个讲义气之人呐。不过讲义气啊，也得分对谁呀。哎，兄弟，咱商量点事儿呗。我呢有张银票，在太清宫三清殿的香炉里，咱把它取出来，换成银子。哎，这银子归你，然后你给我点盘缠，我回京城怎么样？多少银子？100两啊，不少啊。可是武知县贴出告示来，捉住盗贼送官，赏银300两。你说我是要你那100两好呢，还是要武知县的300两好？他奶奶的，比我还贪婪呢！你想要朱家，那简单，找回眼瘾便放你走。我说，你把我绑在这儿，我怎么找眼瘾呐？也是啊，不过我把你放出去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不回来，我不得好死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化成一滩脓血。脓血，兄弟，今儿初几了？怎么了？初10吧？初10。哎呀，解药啊，解药啊！什么解药啊？这眼瘾就是解药啊！
赶紧把我给放了啊！这个事儿我可说了不算，等着孟公子吧。嘿，可急死我了！这儿啊，这儿啊！开门！例行检查。啊！兄弟，听见没有啊？救我的人来了！我说，赶紧给我松绑！哎，嗨，赶紧给我松绑啊！别让我生气啊！让我生气我可喊人了！哎，哎，嘿，我说你听见没有？这味儿可不好啊！你就将就着吧。开门呐！再不开门，我跳墙了！走，快走啊！长天花了，不能靠近啊！真他娘的晦气！别在人没逮着吧，咱再长一脸麻子。